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专治各种单身疑难杂症的老红娘。感谢大家的订阅支持，故事精彩的话也别忘了打赏，请丽姐喝茶呀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绝对精彩，保准你们看得津津有味。要知道，红娘这份职业啊，虽说嘴上劝和不劝分，但有时候听到一些离谱要求，我真是忍不住想敲醒那些做白日梦的朋友。这次的故事就来自咱广州的一场百人相亲大会，结局可以说是相当魔幻，百人大会一对没成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天是周末，我们团队精心策划了这场百人相亲大会，场地布置得相当浪漫，灯光美得像偶像剧一样，小姐姐们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男士们也是西装革履，发型妥帖，看起来就很有诚意的样子。可以说，从外形条件上看，这场大会的参会者颜值都不低。一开始我还信心满满，想着今天肯定能成好几对，甚至脑补了几对新人结婚后回来请我喝喜酒的画面。不过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狠狠打了脸。咱先说说女嘉宾里的一位名场面小姐姐吧。这个小姐姐30出头，长得是真漂亮，大眼睛，小翘鼻，瓜子脸，一笑还有浅浅的酒窝，皮肤白到发光。她在场上一站就像一道光，吸引了不少男士主动靠近。结果聊没两句，男士们一个个灰溜溜的跑了。为啥呢？因为小姐姐的择偶要求实在是太高了。她当着大家的面说了一段话，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我找对象的要求不高，年薪要在50万以上吧，身高起码要180以上，长相呢得阳光帅气，最好是有点成熟的那种，年纪不能太大，35岁以内最好。哦，对了，还得有车有房，不是贷款的那种哈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我希望男生平时对我要细心体贴，要像偶像剧里那样，有仪式感，能天天给我送花，制造惊喜。我觉得这不算过分吧。朋友们听到这段话的时候，现场的空气都安静了3秒。别说男士们愣住了，我旁边的几个小姐姐都互相对视了一眼，然后忍不住小声嘀咕，这算不算不高啊？我赶紧出来圆场打趣说，哎呀，我们小姐姐是很有追求的嘛。来，男士们有自信的可以主动一点哦。结果我这一句话下去，几个原本还在旁边观望的男士扭头就走了，那场面简直可以用车祸现场来形容。后来有一个挺帅气的男生鼓起勇气跟小姐姐搭话，说，美女，我觉得你的要求吧确实挺高的，但我年薪也还可以，房子是按揭的，不过车子是全款的，不知道能不能有机会了解一下。结果小姐姐直接来了句，哦，那你大概存款有多少啊？将来打算怎么规划结婚后的生活？朋友们，这话一出口，我都替那个男生尴尬。男生愣了一下，憋红了脸，直接回怼，我说，小姐姐，我觉得你这不是找对象，是招个提款机吧。这一声怼，场面又一次陷入沉默，小姐姐脸上的笑容僵了几秒，立刻冷笑着回了一句，那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做提款机啊。哎呦，朋友们，听到这里，我是真忍不住想掐自己的大腿冷静一下，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飙了出来。我赶紧把这个男生拉到一边，安抚了一下情绪，心里却在想，哎，现在有些大龄女生真的得好好掂量一下自己的条件和要求啊。咱不能把择偶搞成面试，动不动就问存款规划，这样谁受得了？当然，这个小姐姐的故事只是当天的一小部分，更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另一位大哥的发言。这个大哥是40出头的年纪，外形看起来稳重成熟，身高有180左右，气质上很符合不少小姐姐心目中的霸总型帅哥。结果呢，他一上来就遭遇了几轮精准打击。有个年纪相仿的小姐姐主动过来搭话，说，大哥，听说您做生意的挺有能力的样子，那您平时都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啊？大哥笑了笑，开玩笑说，我倒是挺随缘的，只要性格合得来就行。结果小姐姐却一本正经地说，可是我觉得吧，咱们这个年纪随缘不太靠谱。我就直说了，我喜欢有品味会生活的男士，比如会品红酒，懂得投资，热爱旅游的那种。您这些方面擅长吗？大哥当时就一愣，但还是保持着风度回了一句，这些倒也都有接触过。
但我觉得两个人真正在一起，还是要看能不能聊得来。小姐姐却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觉得聊得来是基础，但如果生活方式差太多，将来就很难过到一起去。”朋友们，听到这里，大哥估计是有点不耐烦了，直接开口怼了一句：“哎呦，那还是算了吧。听你这一说，我觉得跟你生活方式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。”说完就走了，留下一脸错愕的小姐姐站在那里。当天这种场面简直是比比皆是，有的小姐姐上来就要对方晒工资单，有的男士还没开口就直接被评价长得不够阳光，还有的小姐姐一开口就是你准备什么时候买房，甚至有一个小姐姐听说对方是外地人，直接说了一句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考虑没有本地户口的。”我一边帮着打圆场，一边真是心力交瘁。那天相亲大会的神仙操作可不止刚才说的这些，接下来要讲的这一段，是让我这个老红娘直接无语到不想开口。大家且听我细细道来。那天另一位女嘉宾让我印象特别深刻，她年龄比之前那位小姐姐稍大一些，35岁，长得也是很精致，穿着一身优雅的连衣裙，看上去特别有气质。一开始我还对她挺有期待，觉得这样的小姐姐一定是性格温柔、三观正的人。结果呢，等她一开口，我真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她和一位男嘉宾聊了几句，男嘉宾是位33岁的工程师，收入稳定，人长得也挺精神。两人刚开始聊得还不错，结果不知道为啥，话题突然绕到了对未来家庭的期待上。女嘉宾这时候就直接甩出了一句：“我觉得吧，男人挣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家务和孩子这些事情应该由女方说了算。反正如果结婚了，我是不会全职带孩子的，我也不太可能为家庭牺牲我的事业。”男嘉宾听到这里稍微愣了一下，然后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那如果两个人都工作，家务和带孩子的事情，您觉得该怎么分配呢？”结果小姐姐笑了笑，很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当然是男人多承担一点啊。我觉得一个男人如果连这点责任都担不起，那结了婚还不如单着。男人就该把老婆宠成公主，家庭幸福才能长久嘛。我找的另一半必须有这个觉悟。”这话一出口，朋友们，男嘉宾脸上的表情都僵住了。旁边几个路过的男士听到了，差点没忍住笑出声。我当时赶紧打哈哈，想把话题岔开，结果还没来得及说话，这位男嘉宾倒是先不客气了，他直接开怼：“小姐姐，我觉得你这要求有点偏了啊。现代社会两个人是平等的，你要事业，我也有事业，凭什么家务全是我的事？再说了，你说的宠成公主，那得看我有没有王子的待遇吧。”小姐姐听到这话，脸色顿时沉了下来，冷笑着回了一句：“看来你还是个直男癌啊，跟你没什么好聊的。像你这样的，难怪到现在还没对象。”朋友们，这话一出来，我差点没喷出来。你说这男嘉宾条件挺不错的，性格也算平和，怎么就被扣上直男癌的帽子了呢？大哥听了之后也不甘示弱，直接回了一句：“您说的对，咱俩确实没必要聊了。您这样条件好的，应该找个专职保姆当老公才合适。”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两人真是针尖对麦芒，一点都不带拐弯的。看着两人各自冷着脸走开，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但也只能在心里叹气。哎，现在有些大龄剩女的相亲态度确实是让人头疼。不过别以为只有女嘉宾会雷人，那天的男士们也有不少让人目瞪口呆的操作。比如有一位40岁的大哥，条件确实不错，是个企业主，经济实力很强，人长得也挺魁梧，看上去就是那种成功人士的样子。一开始他跟几位小姐姐都聊得挺愉快，但后来被一个小姐姐问到了婚姻态度，这大哥突然就开始秀优越感。他说：“其实吧，我觉得男人不管多大年纪都不愁找老婆。就像我这样40岁了，只要条件好，想找20出头的小姑娘也没问题。你们女人不一样，过了30就开始贬值了。所以我还是挺佩服你们这些大龄女生的勇气啊，朋友们。你们能想象我当时的表情吗？那叫一个复杂。”旁边的几个小姐姐脸都绿了，有人直接忍不住怼回去：“哟，您这么优秀，怎么到现在还单着呢？是不是20岁的小姑娘看不上您啊？”这话一出，现场顿时哄笑一片。大哥虽然有点下不来台，但依然嘴硬，说：“
我单着是因为我眼光高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入我眼的。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这位大哥是哪里来的自信，说这种话不怕被小姐姐们群嘲吗？结果当天他也没聊成一个人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还有一位男士，他一开始表现得特别绅士，跟几个小姐姐都聊得挺投机，但后来突然翻车，他跟一位27岁的小姐姐聊到房子问题时，小姐姐表示希望男方婚后能一起买套新房子，结果这位男士直接来了一句：我觉得吧，买房这种事还是得看女方愿不愿意出资，如果光让我一个人出钱，那我宁愿不结婚。小姐姐当时脸就拉下来了，说你连房子都不肯出钱买，还谈什么结婚啊？结果这位男士理直气壮地回了一句：你也不是嫁不出去的黄花闺女了，凭什么让我当冤大头？朋友们，你们说这话酸不酸？两个人说到这里直接就不欢而散了。这样的情节在当天真是比比皆是，几乎没有一对能够好好聊完一场。后来我站在场边看着这些单身男女们，心里真的有点发愁。相亲嘛，本来就是为了两个人相互了解，找到合适的伴侣，可现在怎么搞得像辩论赛一样，谁都不肯让步，甚至有点火药味了。刚才讲到相亲大会上的火药味，大家可能觉得已经够离谱了吧？别急，后面还有更绝子的桥段。要不是丽姐多年见惯了风浪，我估计当天直接会喊话散了散了。咱先来说说另一位男嘉宾，这位大哥35岁，外表嘛还算过得去，但绝对谈不上帅。可是他的自信真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开场就跟一位小姐姐说，我这个人吧，没啥特别的优点，就是人品好，有责任心，长得也还行，反正配个普通女生是绰绰有余的。朋友们，听听这语气像不像在面试筛选简历？那位小姐姐被这话噎得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只能勉强笑了笑，问：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啊？结果这大哥一开口，差点把周围的人笑喷了。他说：我喜欢肤白貌美的，最好是身高165以上，长发飘飘，有点甜美又有点小野性的那种。关键是性格的温柔，不要太强势，我可不想找个回家跟我吵架的祖宗。小姐姐一听，脸色有点挂不住了，但还是耐着性子问：那你觉得我符合你的要求吗？本以为这大哥会客套两句，结果他竟然斜着眼上下打量了一下，说：你皮肤是挺白的，但五官嘛，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精致型。朋友们，这简直是凡尔赛本赛吧？小姐姐的脸色立刻冷了下来，直接回怼：哟，那您这样条件好的，估计应该找明星级别的吧？大哥却一脸认真的样子，说：其实吧，我也不算要求高，只是希望女朋友别拖我后腿。要是颜值不够，气质来凑嘛。这话一出口，小姐姐没再说话，冷着脸转身走了。我站在一旁都替这位大哥感到尴尬，心想：大哥啊，您是打算来找对象，还是上演嘴炮秀啊？这还没完。接下来发生的另一幕，直接让我这个老红娘忍不住插话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天有一位42岁的小姐姐，气质特别优雅，穿着职业套裙，给人一种非常干练的感觉。她说话也很有条理，看得出来是个职场上非常厉害的角色。可是她的择偶要求一亮出来，就让我觉得有点悬了。她跟一位40岁的男嘉宾聊得还算顺利，结果不知道怎么就扯到了婚后生活。小姐姐开口就是：其实我一直认为婚姻是合作关系，我的事业很重要，所以我需要一个能接受我强势性的男人。简单说，我的另一半必须配合我，支持我的事业，家里的事情得听我的。男嘉宾听了之后表情有点微妙，但还是笑着说：那如果是我做决定的地方，您会配合我吗？小姐姐摇了摇头，很坚决地说：如果你的决定不符合我的逻辑，那我一定会反对的。男嘉宾一听，忍不住笑着调侃：那你是想找个下属当老公吧？小姐姐直接翻了个白眼，反击道：至少比大男子主义强多了吧？我认为婚姻本来就是该以我为中心的，否则过得不开心，还不如单着。朋友们听到这里，周围几个男士都露出了复杂的表情。我赶紧打圆场：哎呀，婚姻嘛，就是两个人互相尊重，互相扶持，大家可以慢慢沟通。结果小姐姐突然转过头对我说：丽姐，您不用帮我说话。
我对我的要求很清楚，不接受妥协。当时我真的想拍桌子问一句：您这要求是来找伴侣的，还是来找员工的啊？不过职业操守让我忍住了，只能在心里感慨，现在有些人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平衡家庭和个人的关系啊。当天还有一位更夸张的男嘉宾，他全程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和女嘉宾们交流，说什么我觉得吧，女人就该贤惠一点，事业心太强的我真受不了。后来他被一位小姐姐怼了一句：那你这么介意女人事业心强，是不是因为你事业不够强啊？结果他当场拍桌子：我年薪50万还要强到哪儿去？说到底，女人就该以家庭为主，你们事业搞那么好有什么用？嫁不出去不还是白搭？朋友们，听听这话，谁听了不想反问一句：大哥，您是不是对自己的定位有点误会啊？果然，小姐姐们对他敬而远之，连正眼都懒得瞧他了。那天相亲大会上，不少人都抱着别人要迁就我的心态，结果搞得一场活动下来，几乎没人能真正聊得投机。你说是他们条件不好吗？不是，颜值、经济能力都还算可以，但偏偏心态上都带着一种我要最好的，但自己却不愿意做任何退让的傲慢劲儿。